我在古代收到一个快递，里面竟连通着小人国的入口，而里面的村民饿了2年，竟已经开始吃土了。于是我每日投喂各种美食，小人国很快就重新焕发生机。可我一味的付出，却让小人国的村民害怕了。这天投喂结束，我从储物空间里取出了蜂蜜水和食盐，并把装有食盐的食盆放到了沈云溪的院子里，又把装着蜂蜜水的食盆放到了江竹心家的院子里。江竹心有点懵，他抬头发现仙人只是放下了东西，却没有露面解释这是什么。无奈之下，江竹心只能拿了个碗和勺子品尝了一口，甜的，是蜂蜜水。江竹心立马走出院门去找沈云溪。沈兄，你要给大家发食盐吗？仙人给我家放了蜂蜜水，你帮我把它也给大家分了吧。这是仙人的恩赐，只单独给你一个人，他没有发话让你分给大家，你可以自己留着。但我家就3个人喝不了。沈云溪听了却没有吭声，而是皱着眉头陷入沉思。江竹心顺着他的目光，看到院子里那个装满了食盐的大缸，有些惊讶。这是精盐吧？平时村民们去镇上买盐，买的都是粗盐，这种白的像雪一样的盐，大家根本买不起。没想到仙人长赐了这么多盐。你有没有觉得咱们有些过于散漫了？这话怎讲？在我们生活最艰难的时候，仙人给了我们活下去的希望。但如果时间长了，我怕大家会习惯这种不劳而获的感觉，把仙人对我们的好当成理所应当的事情。而且如果仙人一直单方面赠予我们食物等各种物品，我们却什么都给不了他，终有一天我们会失去他的眷顾。江竹心也明白这个道理，现在是大家单方面依赖仙人。对于仙人来说，我们这群凡人大概只是蝼蚁吧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重视引导小孩子们的思想，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能过上好日子，是因为仙人的眷顾，要从小培养他们的虔诚之心。你觉得我的提议如何？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但我这个人只擅长动拳头，不擅长讲大道理。江竹心其实不喜欢思考这么复杂的东西。我只知道仙人救了我们一家的命，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。你刚才跟我说的太深奥了，我不懂该怎么做。要不你还是告诉我你想打谁吧，打架我比较在行。我没有听到这番话，因为我在给江竹心家的院子里放下食盆之后，就听到自己的院子外面传来大徒弟求见的声音。师尊，大徒子萧景田求见。萧景琰也不废话，他先跑而跪上半身挺直。徒儿请求师尊赐下辟谷丹。我认真回忆，脑海中浮现出恶毒女配炼制辟谷丹的场景，每一幅画面都格外清晰。恶毒女配一口气炼制了上百颗辟谷丹，把它们存放起来，具体存放在哪儿，我就想不起来了。或许是因为我沉默的时间太久，跪在地上的萧景琰嗓音干涩道：师尊，徒儿知道规矩，只要师尊肯赐下辟谷丹，徒儿愿意为师尊做任何事。辟谷丹什么味道也没有，难吃死了。师尊，吃五谷杂粮会使身体产生杂质，不利于修炼。而服用1粒辟谷丹，接下来1个月都不用吃饭。而且您有10位徒弟，二师父每天要做10个人的饭菜。修炼者每天最重要的应该是修炼，而不是做饭。倘若我们服下辟谷丹，接下来的1个月，二师弟便只需要专门为师尊做饭即可。这个理由顿时打动了我。为师知道了，刚好为师要去厨房取饭，顺便把辟谷丹放下。闻言，萧景琰愣了愣。听师尊的意思，这次的辟谷丹似乎要给二师弟。这对萧景琰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，毕竟师尊的宠爱，一般人受不住。比如恶毒师尊一直独宠萧景琰，不管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，首先抽打的就是萧景琰。至于别的弟子反倒比较安全。萧景琰抿唇摇头，师尊的性子真的变了好多，该不会是被夺舍了吧？等萧景琰走后，我转身来到炼丹房，房间中间摆着一个炼丹炉，我把炼制辟谷丹所需要的药材都摆在手边，方便取用。恶毒女配是5行灵根，金木水火土样样都占，而恶毒女配的10个徒弟都具备的单一灵根且资质绝佳，5条灵根就是最差的天赋，就连当杂役弟子都不够格。然而恶毒女配显然不是一般人，她拥有5条灵根，同时修炼5种属性不同的功法。最离谱的是每一种功法都进步神速，且恶毒女配掌握的技能更是多如牛毛，包括但不限于炼气炼丹、制作傀儡炼符、御兽布阵。不得不说，恶毒女配虽然脾气差，
脑子也被徒弟们认定为有问题，但在资质和悟性上没得挑。恶毒女配契约了一种丹火，名为命卷神火，火焰温度奇高，这种火焰能够将药材中的杂质都蒸发殆尽，提升丹药炼制的成功率。我的指尖燃烧起白色火焰，依次将药材放入。尽管是第一次炼丹，但这具身体仿佛形成了肌肉记忆，仅一次我就炼制出一炉丹药。一炉共有12颗丹药，颗颗色泽莹润，丹香扑鼻，但实际吃起来寡淡无味。我炼制了5炉丹药，共60颗，足够10个徒弟们吃半年了。但转念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，我的徒弟们能够修仙，那小人们呢？他们能修仙吗？这辟谷丹对人体无害，是不是可以把辟谷丹碾碎用来投喂小人？我这样想着，手又从架子上取来了材料，多炼制了1炉辟谷丹。我把炼制好的丹药都放入储物空间，准备5天后再去找顾于晨，毕竟答应了要给顾于晨放5天假，说话要算数。除此之外，我还碾碎了2颗辟谷丹，虽然短时间内不准备给小人们投喂这个，但提前准备又没坏处。此时的墨家村，沈云溪让每一户村民都拿2个碗去他家，家家户户都领到了食盐。这盐像冬天的雪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好看的盐，都舍不得吃了。到了吃晚饭的时间，村民们照例在仙卷台这里集合，等了一会儿，却没有等到仙人的投喂。仙人中午赏赐了我们粮食，是不是暗示我们晚上自己做饭吃？我们要不回家去？此刻我刚炼制完辟谷丹，我走进房间，听到小人们的讨论声，于是坐到小板凳这里，从储物空间取出10盆，1盆羊奶，1盆炒鸡蛋碎，再加半盆鸡腿肉和半盆糖醋里脊。但我还没来得及行动，就听沈云溪说要给大家开会。我没有把10盆放下去，要不然村民们闻到饭香，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。今天仙人单独给江竹星兄弟赏赐了蜂蜜水。闻言，村民们一阵羡慕，他们还以为仙人赏赐的只是1碗蜂蜜水，因此也没多想。直到沈云溪说，仙人赏赐的是一个大10盆的蜂蜜水。江村长能喝得完吗？仙人是只给他一个人的吗？我心想当然不是，那会儿自己放下10盆，就听到大徒弟的声音，忘记告诉江竹星把蜂蜜水给大家分了。但我以为江竹星应该懂自己的意思，没想到那1盆蜂蜜水还在江竹星家的院子里没动，而且露天摆了一下午，肯定有很多尘土飞入。我皱了皱眉，单独给沈云溪放盐，给江竹星家放蜂蜜水，其实是为了帮助他们2个收买人心。但我感觉江竹星不像是那种自私的人，为什么不把蜂蜜水分给大家？我心中疑惑，但没有着急露面，只是在箱子外面静静地观察着小人们。江竹星喝不完，但这是仙人单独的恩赐，所以沈村长，没关系的，我们现在有水喝就已经很满足了，不能给仙人留下贪得无厌的印象。大家安静，你们将来打算干什么？考虑好了吗？我想在村子里办一个私塾，让小孩子们白天跟着我读书认字，但我教授大家识字也是有条件的。我打算成立一个灵月宗，只有教徒才能享受免费认字的福利。灵月宗？我想起来了，给我们吃喝的仙人自称灵月。沈村长，别说成立宗门，你就算把村名改了，我们都举双手赞成。沈村长，成立宗门！我在纸箱外面，本来想告诉沈云溪不用整这些，但听了村民们的想法，我换位思考了一下，倘若自己快被饿死，只能指望虚无缥缈的神灵拯救自己，那自己也会缺乏安全感，不知道神灵什么时候就会抛弃。这么一想，我叹气，便不打算阻止他们了。等沈云溪开完会，我取出准备好的10盆，一个接一个的放下。沈云溪回头看到巨大的手掌投下10盆，不由得一愣。我刚才的那番话，仙人是不是听到了？沈云溪抬起头，却没能在天上看到那张熟悉的脸，不由得有些失望。村民们开始排队打饭，由于吃下灵米的缘故，大家的食量普遍增加，不一会10盆就见底了。我默默地把空的收回来，又放了1盆苹果碎块。小人们吃得很快乐，没一会儿肚子都圆鼓鼓的，我就在旁边看着他们吃，顺便偷偷把自己之前放在江竹新家的蜂蜜水10盆收走。忽然理解了养成游戏为什么会让人上瘾，光是看着小人们吃饭，我都能看一天。饭后江竹新回家准备练拳法，却发现蜂蜜水10盆不见了。江竹光忐忑道：阿星，仙人为什么收走10盆？江竹新摇头，他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
江竹心抬头，见仙人迟迟不露面，便开始练习拳法。另一边，沈云溪外出跑步，回来后洗了个温水澡。洗完后，意外地发现邻居家的小孩就站在他的院子里。男孩平日里沉默寡言，是个很内向的孩子。男孩出生的时候，树枝上停着许多乌鸦，家里人觉得他不祥，连名字都没给他取，直接就把他丢了。但第二天，他就被送了回来。家门口都是黑猫，阴森森的绿色瞳孔盯着家里的人。孩子就是被猫送回来的，父母内心又忌惮又嫌弃，但到底没再敢扔孩子，干脆给这孩子取名莫七。但沈云溪喜欢喊这孩子小七。小七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吗？莫七摇头，他抿了抿唇，忽然说：很多人其实本来都该死去的，但因为仙人的出现，未来发生了改变。什么未来？小七晚上吃饱了没有？少想这些事情，让自己活得轻松些。世上出现了变数，本来这个村子最后会只剩下你我以及那个江竹星，可现在所有人都活下来了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莫七不说话，反而转身跑开了。我也关注到了这边的动静，本来想探出脑袋询问莫七刚才的那一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转念一想，这莫七只是一名5、6岁的孩子，性子比较闷，就算我询问，这孩子也不一定能把事情解释清楚，还不如继续观察，看这孩子还有没有别的特殊之处。等晚上小人们都睡着以后，我闲得无聊，打算炼制一些疗伤丹药。可就在这时，我余光却瞥见有一大群鬼鬼祟祟的人影从血雾中走出来，进了村子。目前我只解锁了江家村，别的地区都被血雾笼罩，也不知道外界的环境如何。我仔细一看，发现这群闯入村子的小人个个5大3粗，看起来很不好惹，尤其是为首的那个男人，腰间还带着一把砍刀。六哥，我们为什么要在晚上来这江家村啊？我们村多亏有先知，先知带领我们猎杀毒兽，过滤兽血中的毒素，让我们沐浴兽血强身健体，还教我们如何烹饪毒兽肉，让我们在这干旱之年活到现在。如今先知预言江家村将有绝世凶人诞生，我们要趁着凶人尚未觉醒，将他们扼杀。你说的绝世凶人是谁？听着很厉害，我们能打过对方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先知有言，江家村会诞生3名绝世凶人，他们厌世且残忍，身躯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。等到凶人诞生，一切都晚了，所以要趁现在找出凶人，提前杀之。刘哥，你放心，既然是先知的吩咐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先知说3名凶人都是男子，但他也推算不出具体信息，所以我们今晚的任务是把整个江家村的男子都杀掉，不论年龄大小，只要是男的就全杀。等到杀完，我们就能回去了。全杀了？这也太狠了吧！村民们平日里杀的都是毒兽，还从来没有杀过人。此刻听了柳哥的话，一个个心神俱震。柳哥其实也没有杀过人，但还要说服同村的这些兄弟们。先知何时害过我们？老实说，我内心也不忍。但倘若凶人诞生，不光江家村的村民们会死绝，连同我们的世间各地都会死伤无数。听他这么说，大家才壮着胆子继续往前走。我一听不乐意了，江家村的小人们都是自己的，怎么能让外来人杀掉？于是我起身，从外面搬来一块大石头，放到柳哥等人的面前。是怎么回事？为何会突然出现一块巨石拦住我们的去路？这是上天在阻止我们进入江家村。这块石头从天而降，将前方的道路堵得结结实实。柳哥额头上布满了冷汗，因为他带头走在最前面，倘若他走快一点，估计已经被压扁了。众人萌生退意。这石头太大了，根本搬不开。回去询问一下先知。他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众人掉头离去，但刚走了10几步，就听见身后传来动静。回头一看，只见刚才拦路的巨石竟然凭空飞起，又回到天上去了。这巨石就跟成精了一样。柳哥明显是个胆子大的，看到这一幕，他在短暂的犹豫了几秒钟之后，竟然说：现在石头没了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去探路。说着，他竟又往江家村的方向走。我险些气笑了，又把石头放了回去。这个举动直接把柳哥吓得腿软，砍刀都掉在地上，顾不得捡，连滚带爬的往回跑。他这么一跑，其余人也飞快奔逃。他们本就是普通的村民，
不可能像正规军队那样有组织有纪律，很快就冲进了血屋，消失在我的视线之中。我若有所思，今晚默契神神叨叨的，刚说了什么？未来整个村子只有他们3个人能够存活。转眼柳哥进村就提到了凶人，而且凶人恰好是3个。我觉得这3个凶人应该就是沈云溪、江竹心和默契。不过凶人诞生是因为被同类吃掉。现在我每天投喂这群小人，绝不可能让村子里出现这种情况。我从储物空间掏出了3个食盆，其中1个装白糖，另外1个装醋，还有个装食用油。这次就不准备统一投放了，把这3个食盆分别放到了默契、沈云溪和江竹心家的院子里，到时候让他们自己分。另外我还在考虑一个问题，柳哥他们现在被吓跑，说不定哪天又会回来，自己总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盯着村庄，更何况我还想外出给小人们采购物资，可不想自己出门一趟回来，江家村的男人们都被杀光，必须提升小人们的自保能力。此外我是修仙者，可以给江家村设置个保护结界。于是我伸出手，指尖灵力倾泻，但是法术只要落入小人世界，就会自动解体成灵气消散在天地间。小人村能够隔绝灵力法术，我感到棘手。如果法术都不能用，那自己只能契约一只灵宠，让灵宠帮忙盯着了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干脆多找了几块石头，把柳哥他们先前来的道路彻底堵死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刚打算回房休息，却见有的小人竟然从睡梦中醒来，开始去厨房煮饭吃。我这是养了一群吃货，大半夜竟然饿到爬起来做饭。江竹心也醒了，结果看到院子里有一盆不明液体，他立刻去把江竹心叫了起来。仙人赏赐东西了！江竹心被吵醒不太高兴，但是一听仙人这2个字当即跑出来。江竹光已经从厨房取了碗，还以为和上次的蜂蜜水一样，结果凑近了才发现不是，这是油。江竹光咕嘟咽了口唾沫，脸上的表情充满了惊喜与感激。感觉最近仙人好像不乐意跟我们说话，但是江竹心还是朝着食盆鞠了一躬。谢谢仙人。江竹心本来打算接着睡，看到哥哥在厨房便走过去。哥，大半夜的你怎么突然炒起菜来了？仙人之前给了菜又给了食盐，今天连油也有了，当然要炒菜吃。正好可以把之前仙人赏赐的茄子和土豆炒了。大半夜随便吃点就行了。不要，我想吃。我默默记住了他的诉求，打算明天就去客栈进货，让小人们的食谱更丰盛一些。与此同时，默契和沈云溪也陆续醒来，都是饿醒的。沈云溪身体四肢阵阵发热，准备弄点水煮菜填饱肚子，结果一出门就闻到了一股醋味。仙人在他的院子里放了好大一食盆的醋。沈云溪习惯性抬头，夜幕上繁星点点，没有仙人的影子。他朝着天空摇摇拱手以示感谢。而隔壁太甜了，默契也发现了院子里的食盆，蹲下尝了一点，太甜了。默契冲泡了糖水，想了想，又敲开隔壁沈云溪的房门。请进。给你的，送你一碗。多谢。沈云溪接过糖水，邀请默契跟他一起吃水煮菜。饭后沈云溪本来还想跟这个孩子聊聊天，但默契已经动作麻溜地帮他洗了碗筷，转身跑回自己家睡觉去了。次日清晨，我照例投喂小人，我的目光注视着小人村。你们知道村子东边是哪里吗？回仙人的话，是天柳村。昨晚有一群年轻人从东边过来，手里拿着刀。拿着刀？我看向他点头，大概20多个年轻人，个个都很壮实。江主席，20多人你能打过吗？我只是天生神力，不是3头6臂。我已经用石头把东边的路堵了，短时间内他们应该没办法进来。谢仙人救命！我该给你们准备些什么？兵器，我倒是可以试着给你们提供一些。另外，要不要弄个城墙，把你们村子围起来？可是你们村一共才35个人，其中13个都是孩子，剩下的22人虽是大人，但人家天柳村的年轻人都能斩杀毒兽，你们打不过。如果有外村人闯入，你们可以把食物送出去。就说咱们村子最不缺的就是食物和水。凶人诞生是因为缺少饮食，倘若天柳村的人知道江家村这么富有，应该明白凶人不可能出现，因此也就没必要杀掉江家村的人。我上午要出去一趟，可能顾不到你们，记住命才是最重要的，其余身外之物都可以抛弃。多谢仙人挂念，我们记住了。如果遇到生命危险，我们可以报上您的名号吗？
他们不认识我。那我们可以对外宣称，村子里有守护神吗？我们村子将以明月为图腾，尊称您为灵月仙人。我看着小人们充满期待的目光，最终没有拒绝。仙人刚才传话，他同意我们信奉他了。太好了！仙人同意了！必须赶紧雕刻仙人的石像，方便我们祭拜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我家还有些醋，若是有需要的，大伙儿空了便来领些回去。我家有食用油。默契没吭声，但是拽了拽沈云溪的袖子。默契眨巴着漆黑的眼睛看他，也不说话。有件事跟你商量。你家只有你一个孩子，我家也只剩了我一个。不如我给你腾间房子，你以后搬到我家去住。如果你不嫌弃，以后可以当我弟弟，我会把你当成亲人看待，咱们相互间也能有个照应。我可以搬过去，还可以随你姓。一起住可以，改姓倒是不必。以后我叫沈默契。之后沈云溪组织一部分人去了一趟村子的东边，果然看到巨石拦路。江竹心忽然趴在地上，耳朵贴着地面，不知道在听什么。片刻后，江竹心从地上起身。我好像听见前方传来石头碎裂的声音，还有沉重的脚步声。天柳村的人会不会又来了？而且还在破坏拦路的巨石。小七，你回去帮我拿把菜刀过来。嗯。我建议把石盆抬过来，他们来杀人，无非就是饿了渴了。我们把食物摆在这里，他们突破了巨石防线，看到吃的一定会心动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我走出房间，御剑飞行，来到了人间街道。道路两旁有卖早点的摊子，我买了些早点，这个还有那个都给我包起来。沿途溜达，把自己感觉有用的物品都买了一遍，随后又去不同的客栈购买了几十盘子的美味佳肴，装入储物空间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回到了宗门，去看那一窝狐狸。是一只母狐狸，带着4只幼崽，浑身像雪一样白。母狐狸本来懒洋洋的在睡觉，看到我，它当场就没了睡意。宗主，我的孩子死了一个。怎么死的？你的好徒弟白田，我只是打了个盹儿，他就把我家最小的孩子给喂得撑死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如果你要想让白田偿命，我做不到。毕竟白田是女主，不好杀。倒也不用，我只是想找个主人。宗主不肯与我契约，现在契约即可。母狐狸呆了呆，感觉跟做梦一样。我跟母狐签订了契约，还把这一窝小狐狸都养自己院子里去，给他们挨个取了名字。母狐狸取名千雪，几个小崽子名字比较简单，分别是老大、老二、老三和老四。我从储物空间取出桌椅案板，还有菜刀和各色美食。千雪眼睛一亮，主人，这些是给我吃的吗？我抬手就把一颗辟谷丹塞进了千雪的口中。千雪还以为是什么灵丹妙药，咽下去之后才感觉到饱腹感。辟谷丹，千雪以前可吃不上辟谷丹，因为萧景言等人自己都不够吃，怎么可能分给一只狐狸？你能用菜刀吗？帮我把餐盘里的这些菜都切成小碎末。千雪点点头，我有法术能切菜。话音刚落，他周身灵力浮动，餐盘里的所有菜肴缓缓飞起，悬浮空中。紧接着2把菜刀也飞了起来，刀光掠过，化作一道道残影。顷刻间不知挥刀多少下，将所有的菜肴都切好。千雪优雅地抖了抖自己的狐尾。既然有辟谷丹，谁还看得上这些凡间俗物？我本来打算丢给他点事做，自己去看小人，没想到这狐狸的切菜速度这么快，比二徒弟好用多了。我递给千雪4颗辟谷丹。千雪，这4颗辟谷丹你拿着，这是给幼崽的，他们比较小，吃半颗就够了。我不在意的，剩下都是你的。谢谢主人。千雪很高兴，跑去喂幼崽了。现在双方签订契约，关系牢固，不用担心背叛。我进入房间，查看小人村的情况。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，天柳村派来了一位老祖宗。这位老祖宗一拳就可以震碎一块巨石，缺点是每次出拳得休息一阵，喝点毒兽的血补充体力。柳哥等人守在这位老人的身边，老人头发花白，步履蹒跚，但每次出拳却气势十足。他出拳之后，柳哥等人会清理掉那些挡路的碎石，
因此前进的速度比较慢。就这样耗费了许久，才把所有的巨石都清理掉。柳哥等人累得够呛，本来想原地休整片刻，却见江家村的人竟然就站在不远处。江竹心走上前，看到他们手中的砍刀，心中一沉。你们来这里是为了粮食吧？我们来这里要的可不是粮，而是命。大家都是为了求活，没必要动刀子。我们村最不缺的就是粮食。原来是客，这些食物是用来关待你们的。说着，身后的几个村民抬着3个食盆放在地上，还有的村民备好了空的碗筷放下。天柳村的人在这边窃窃私语：江家村这群人没有先知引路，估计连树皮都啃完了，能用什么吃的款待我们？咱们要不要吃？别吃，万一他们在里面投毒怎么办？就在这时，江竹心把3个食盆上面的布掀开。炒鸡蛋？哪里来的鸡蛋和油？还有金黄的小米粥，可那米粒看上去怎么那么大？江家村这么富有吗？至于糖醋里脊，大家一时间没认出来那是什么肉，有人开始咽口水，尤其是先前用拳头开路的那位老人，这会儿哪怕喝了兽血，看起来依然很虚弱。他动了动鼻子，好似闻到了饭香。我想吃肉。你们拿着刀，不能进村。兄弟，万一你在饭里放了软金散，我们这群人可就被你们一锅端了。我可以都吃一遍，给你们试毒。柳哥还是不信，因为有的毒不一定藏在食物里，还可能抹在碗筷上。冒昧问一句，你们村下雨了？下的不是雨，是瀑布。天下大旱，你们这里怎么可能下瀑布？我们村有仙人眷顾。仙人在哪儿？众人仰头望天，心说这天上哪里有人？恰好此时我回来了，正在探头查看小人村的情况。江竹心眼中闪过一丝欣喜，看来我回来的很及时，你们没有打起来。多亏了仙人留下的拦路石。你跟他们说，我可以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水和饮食。别以为你装模作样的跟天上说话就能吓住我们。我微微一笑，也不多言，直接放下了一个装满清水的食盆。天柳村的村民目瞪口呆，眼睁睁看着食盆落下。昨晚降下石头已经很协议了，今天竟然直接降下了清水。这是仙人赏赐给你们的。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？柳哥率先走过去放下砍刀，用双手捧了清水喝了一口。这真的是水？还有村民不信，我干脆在这群人身后也放下了装着清水的食盆。有5、6个年轻人丢了刀，围在食盆前喝水，还有的人直接把脑袋埋在了盆里。江竹心皱眉：仙人爱干净，你们注意点，别这么粗俗。为什么只有你们能看到仙人，我们看不到？这个问题江竹心还没想好怎么答。站在他身后的江竹光说道：因为仙人是我们村的守护神，你们当然看不到了。这时天柳村那位老人突然走上前，从地上拿起碗筷，用勺子盛了一碗糖醋里脊，大口大口的吃。柳哥慌忙上前，宋老可是他们村老祖宗级别的人物，今年已经200多岁，他可不能让宋老出事。宋老咽下口中的肉，好吃，非常好吃。我一把老骨头啦，就算这饭里有毒也没关系，就当给你们试毒啦。宋老笑容豁达，吃到一半后，正准备增添半碗炒鸡蛋，却见这几个食盆都被收回去了。这仙人不给吃了？这些都凉了，吃上不好消化。江竹心传达了我的话，我重新放下热气腾腾的小米粥，还放了羊奶、糖醋里脊、鸡腿肉和炒鸡蛋。有了宋老带头，其余年轻人纷纷放下了刀，去拿了碗筷，蹲在路边吃饭。真的好吃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仙人为什么只眷顾江家村，不眷顾我们的村子？我们虽然能吃饱饭，但伙食没有这么好。柳哥还惦记着先知的叮嘱，可现在江家村有守护神，自己身边的这些兄弟们也都被美食收买了，连刀都扔在路边不管。柳哥叹了口气，也拿了个空碗，盛了鸡腿肉。没一会儿，柳哥也把肚子吃得滚圆。如果能每天吃到，该有多好啊！至于凶人，早就被他抛到九霄云外了。饭后，柳哥作为村子里的代表，准备和江家村的人谈一谈。我们想带点吃的回去，但也不白吃你们的，下次会送来银子。江竹心不擅长谈判，
谈判这种事还是得沈云溪。你们能有多少银子？银子总有花完的一天。我们可以不要银子，但我们缺少石匠。你想要我？我叫柳大石，我有4个堂兄弟，我们都是匠人出身。那太好了，我们村还有许多房间院落空着，你们可以迁移到我们村子居住，每天吃饭管饱。但是你们需要为我们村雕刻一尊仙人的雕塑。我可以在天柳村雕刻完再给你们送来，但是不想在你们村落户。大概多久雕刻完？这我说不准，主要是不知道仙人长什么样，而且还需要找一块巨石。两人开始商定具体细节，江竹心则是找来了村子里的牛车，车上放着石盆，盆里装着满满的炒鸡蛋，上面盖着一块布。宋老问道：这盖布是有什么讲究吗？仙人喜爱干净，害怕路上尘土飞扬，脏了里面的食物。听到这句话，众人低下头，看了看自己穿的衣裳，汗水和灰尘在一起，这年头的水很珍贵，谁舍得用水清洗身体和衣裳？可是抬头看看江家村的人，个个衣着整洁干净，精气神明显不一样。突然还有点自卑，是怎么回事？天柳村的村民们不说话了，默默地拉走了一食盆的炒鸡蛋。江家村的牛车总共只有2辆，如今第1辆拉上东西，但第2辆还是空的。这辆车还空着，你们想要装些什么？结果大家意见不统一，有的想吃肉，有的想要羊奶，还有的说想要清水。众人七嘴八舌，江竹心无奈：你们别争了。仙人刚才允诺，可以每样都给你们带一盆。是啊，大家都有。只不过要辛苦你们多跑几趟了。天柳村的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毕竟他们是带着砍刀来的，结果却遭到了江家村的盛情款待，给谁都觉得不好意思。这怎么行？我们带点水就够了。仙人慈悲仁善，感念你们生活艰苦，特意赐下饮食与水源。你们要记住仙人的好，不能诋毁仙人。沈兄，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我们怎么可能恩将仇报？柳大石涨红了脸，连砍刀都不要了。他们这群人吃饱喝足，还能带着食物走，怎么好意思能对江家村挥刀相向？天柳村的一部分年轻人运送着食盆离去，另一部分年轻人充当护卫。虽然路上的毒兽都已经被杀掉，但万一有新的毒兽跑来，还是有一定危险的。至于柳大石则是留了下来，跟沈云溪商讨有关石雕的事。另外沈云溪还表示，对了，我们村正准备开设私塾，你们有愿意识字的吗？你们村还有教书先生？我是秀才，勉强可以担任教书先生一职。难怪你举手投足都带着一种读书人的风雅，原来是秀才。现在能活着就行了，谁还读书啊？天柳村现在全村习武，而且村子里也有个读书人，还是先知呢。先知？糟糕，说漏嘴了。不过他们都有守护神了，告诉你们也无妨。先知能够预测未来，教导我们如何打熬身体，习武练功。不是我吹，我们全村上下力气都远超普通人，哪怕是7、8岁的孩童，都能把你们打趴下。一听这话，江竹心顿时坐不住了。咱俩练练。行，咱们点到为止，就当切磋武艺了。2个人找了一处空地，沈云溪充当裁判，江竹光等人围观。柳大石不想欺负人，即便听到开始2字也没有先动手。他站在原地，看到江竹心朝他挥出拳头。太弱了，这一拳头充满了破绽。这些念头一闪而过，下一秒柳大石受了江竹心一拳，登时感觉自己胸膛气血翻涌，眼前一黑，身体竟然被这一记勾拳打得腾空而起，随后重重跌落在地，吐血不止。江竹心愣住，收起拳头。我看他气定神闲，以为他是个高手，所以用力大了些。谁知道柳大师看着强壮，却这么不经打。江家村以前有郎中，但现在没了，一群人手足无措，都不知道该怎么救治伤者。柳大师，你没事吧？你可千万别死在我们村子。你挺住，我们这就祈求仙人救你。但我目前还没炼制过疗伤丹药，于是我尝试施展治疗法术，却发现不起作用。
于是放下议事盆的灵米，灵米还是温热的，散发着一股米香。如果修仙者受伤，服用灵米收效甚微，但如果是普通人吃下灵米，效果还不错。仙人赏赐了大米，快给他服下！柳大石的口腔中还充斥着血腥气。我这明明是受了内伤，得赶紧找牢中开药才对。给我吃什么大米啊？然而当他看清楚江烛光手中的食物时，顿时惊了。谁家大米跟人的手掌差不多大？柳大石咬下一口之后，眼睛亮起。这么香，这是什么灵丹妙药？我感觉我浑身暖洋洋的，一点疼痛也没了。这是仙人赏赐的神米，之前仙人给我们吃了2次神米，我还没多大感觉，只发现自己消化变快了，浑身充满了力量。没想到这米还能治疗内伤。柳大石道了声谢，感觉自己没脸见人了。多谢。之前刚夸下口说自己厉害，转眼就被江家村的人打出了内伤，没脸见人了。沈云溪动笔将我的模样画了下来，带回去，照着这画像来雕刻。没问题，我回去跟我的几个兄弟一起动手，保证尽快给你们把石像雕刻出来。说完，柳大石的眼睛恋恋不舍地看着那一食盆的神米。沈云溪无视了他的目光。神米珍贵，不能随便赠予。我也没吭声，我主要养的还是江家村的小人，对于天柳村的小人还不够熟悉。1个半时辰后，天柳村的年轻人送回了2个空的食盆，并且牵了2匹马过来。马匹通体漆黑，眼睛是猩红色。江家村的人看到这2匹马，顿时戒备起来。毒兽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拥有猩红色的眼睛。好在天柳村的人及时解释，这2只毒兽是被驯化过了的。我听到这个说法，微微吃惊。本来以为这个小人村只是普通的凡人村庄，而且自己的灵力法术在小人村不起作用，可先知竟然能跟毒兽签订契约，那是不是说明小人村其实也能修仙？我忽然很想见一见那位先知，可我也不着急，反正每半个月解锁一个新区域，也许下次解锁的就是天柳村，双方总有见面的时候。这次有马拉车，每辆车上直接落了2个食盆。天柳村的人道谢离去。夜晚，我给江家村的小人们提供了新的菜品，分别是烧鹿筋、枪莴笋、红糖馒头和八宝粥，还摆了1食盆的切块香蕉。小人们还以为仙人提供的伙食就那么几样，没想到晚饭这么丰盛。我照例给水碗池填充了新的清水，然后去找千雪。千雪，你过来，有件事拜托你。我朝着母狐狸招了招手。云狐一族只需要5条尾巴就能化作人形，千雪目前只有3条尾巴。主人，什么事？我养了一群凡人，担心他们遇到危险，夜晚需要你帮忙照看。没问题，反正我晚上不睡觉。我带他进了房间。千雪稀奇道：地上怎么有个这么大的纸盒？我把千雪抱在怀里。千雪向下一看，这谁制造的小屋子？里面竟然有人在动。这就是我养的凡人村庄。昨晚幸亏我盯着他们，不然外人闯入，差点把他们杀掉。都是一群小人，辛苦求活很不容易。如果有外村人闯入，也别杀掉他们。我是修仙灵兽，不可能杀人沾染因果。如果有外人闯入这个小人村庄，我会施展障眼法，让外人离去。这个小人村庄隔绝灵力法术，你的障眼法或许不起效果。我已经准备了几块巨石，你可以用石头拦路。千雪问：那我的爪子能伸进去吗？你试试，应该可以。千雪的身躯飘起来，踏空而行，出现在江家村的上方。沈云溪明显感觉到天空一黑，这会儿大家刚吃完饭。狐狸，我露出半张脸安抚。别害怕，这是我养的灵兽，名为千雪。低头打招呼：你们好。千雪伸出爪子，把一个食盆拿起来，爪子不太方便，没有拿稳。幸好他反应快，及时把食盆捞了回来。失误。以后喂饭这种事还是我去吧，你只要负责帮忙保护他们就好了。没有化作人形，还是不太方便。千雪飞落到我的怀里。我才修炼了3000年，只有3条尾巴，再有2000年我就化形了。2000年，我养的小人都老了，在这里看着，我去给你炼制一颗化形丹。主人还会炼制化形丹？会，但如果我养的小人出了问题，
你这辈子都别想化形了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我是灵狐，别说晚上照看他们，就算300年不睡觉，日夜守护都没问题。我自己是金丹期修仙者，也不需要每天睡觉。我暂时没有炼制化形丹，因为药材不够，于是先炼制了一些疗伤用的丹药，这才回到自己的卧房盘膝修炼。传说这么多天，我一直热衷于熟悉环境养小人，还没修炼过。可修炼了一晚上，体内灵力只增长了一丝丝。按照小说设定，恶毒女配前期天才，到了金丹期却陷入了瓶颈，怎么也无法修炼到元婴期。对于这一点我表示理解，毕竟男女主以后可是要逆袭的。假如恶毒女配的修为跟坐火箭似的蹭蹭往上涨，男女主一辈子都追不上。就这，男主萧景琰还花了300年时间，才在境界上超过恶毒女配。也就是说，男主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被打一顿，就这样挨了300年的动魂鞭。等到他复仇的时候，可想而知会有多狠。我打了个冷颤，我可不想步入恶毒女配的后尘，而且我现在都不用鞭子抽男主了。剧情已经发生改变，没道理自己的修为境界还一直止步不前吧。一晚上的修炼结束，我起身准备去投喂小人。千雪正趴在纸盒子的边缘，2只漆黑的兽瞳目不转睛地望着江家村。忽然感觉养宠物还蛮有意思的。